大家好，自古以来，战争的胜利往往依赖于精妙的兵法与战略。然而，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许多人认为古老的兵法已经失去了价值。但事实上，这些战略智慧并未消失，它们只是从古代的战场被巧妙地转移到了现代的商场，并在这里发扬光大。当谈到台积电的股价飙升至700多元时，有人会问：现在还能买入台积电的股票吗？我的回答是：绝对值得。展望未来5到10年，很可能是属于台积电一个人的武林。但这一切的实现，都基于等会介绍的关键因素，依然站在台积电这边。今天，我们将一起探讨这家全球最擅长运用兵法的企业——台积电，以及它是如何透过策略与智慧，逐步将曾经势均力敌的三星化为助力，并成为自己崛起的背景板。兵者，诡道也。台积电的成功，根源于其深远的战略规划和策略运用，其精髓可追溯至《孙子兵法》中的智慧：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这句话不仅揭示了障眼法的艺术，更凸显了以柔克刚、静以制动的深层战略思想。有关注新闻的话，三星时常透过媒体发放对台积电的挑战或是试探性消息，意图引出台积电的反应，从而探知其策略或是技术发展动向。然而，台积电对此采取了极为克制且智慧的应对策略，即选择不做任何公开回应，维持其行动的神秘性和不可预测性。这种沉默的策略，不仅让三星难以抓住台积电的策略脉络，也让外界更加好奇台积电的下一步行动，从而在无形中增强了台积电的市场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分析，台积电似乎还运用了一种更为精巧的心理战术，故意让竞争对手三星认为有机会超越。这种策略类似于赛跑中让对手保持追赶的希望，促使其持续投入资源，而不是转移关注至其他领域。这种策略的妙处在于，它让三星不断地投入巨资于技术开发和市场竞争。但由于台积电在技术和服务上的持续领先，使得三星难以在关键的订单争夺战中取得胜利，从而长期处于劣势。透过这样的战略，台积电不仅确保了自身的市场主导地位，也有效地耗尽了竞争对手的资源。因此，三星目前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可以说是骑虎难下。已经投入巨额资金于设备和技术上，但却难以通过这些投资实现盈利。这一点，从三星去年的财报中便可清晰看出，至少血亏了2兆韩元。策略反效果。三星的多元挑战与台积电的专注胜利。三星最初对抗台积电的信心，源自于他们的多元化产品线，从手机、电脑到智能家电，几乎涵盖了消费电子的每一个角落。这种多元化被认为是长期战略中的一大优势。三星相信通过低价策略，就能逐步消耗台积电的市场份额。然而，这一策略也有其弱点。三星在广泛的产品领域内都需要投入大量资源，而台积电则只需专注于其核心业务。晶片的研发和创新，就如同一位专心于画作的艺术家。三星产品线的广泛性，也意味着它与更多公司形成竞争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客户对其的信任，迫使三星不得不降低报价以争取订单。然而，在实施这一战略的过程中，三星遭遇了几个关键事件，这些事件反而间接地助推了台积电的成功。首先是苹果 A9 晶片的事件。苹果被三星的低价策略吸引后，苹果决定由这两家公司共同生产 iPhone 6的 A9 晶片。结果用户发现两者在耗电量上有显著差异，导致苹果那阵子一直接到客诉电话。加上苹果公司非常注重品牌形象，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导致苹果后续将核心晶片的生产全部委托给台积电。其次，三星的低价策略在高通旗舰晶片的生产上引发了过热和降频问题。这不仅让高通的旗舰晶片效能在市场上首次输给了对手联发科，也损害了与高通与台积电的关系。讽刺的是，高通为了确认问题所在，在下一批的手机换上了台积电生产的晶片，结果直接解决了手机过热问题。从那之后，高通也将高阶晶片全给由台积电代工。最后，三星试图以低价吸引 AMD 合作开发新的手机晶片，但最终产品的性能不佳，不仅没有成功，还破坏了与 AMD 的信任，让 AMD 预计要发布新品的记者会最后没了下文。这些事件综合起来，不仅没有按照三星的预期消耗台积电，反而使得许多科技巨头转向与台积电合作，从而加强了台积电在半导体产业中的领导地位。而台积电由于不跟客户竞争的原则，也时常与客户探讨如何能够将客户的产品更完善化，这点服务深得客户欢心。关于三星的做法，这里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不作妖就不会死啊。3. 制胜千里，不战而屈人之兵。台积电之所以在全球科技领域屹立不摇，关键在于其精湛的战术运用。孙子兵法曾言：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此言深刻体现了达成战略目标无需硬碰硬的智慧。最高明的策略是，在不直接冲突的情况下让对手屈服。台积电正是将这一哲学融入其经营策略之中，特别是其坚守的绝不与客户竞争原则，使全球顶尖科技企业我不完心将其最宝贵的设计和创新理念托付于台积电之手。这样的策略不仅为台积电赢得了业界的广泛信任和紧密合作，更使其成为全球科技竞赛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想象一下，当世界各地的科技创新和秘密都聚集于台积电，这不仅凸显了其战略上的高度智慧，更是其能够在科技领域称霸的关键。全球科技巨头的智慧财产权和台积电的自主研发能力的结合，为台积电带来了丰富的外部资源，激发了对下一代新产品的创新灵感。台积电通过广泛建立合作关系，而非寻求直接的竞争对抗，成功的将自己定位为科技产业的领航者，牢牢掌握了全球科技的发展脉搏。4. 兵线过长，快羊制造的困境。在古代兵法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是避免让自己的兵力线过于延伸，因为这会导致后勤资源变得复杂且困难，进而影响军队的整体战斗力。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现代企业在全球布局时的策略考量。说到台积电有没有犯这个错误，当然有。这里顺便帮大家科普一下，受到美国政治因素的影响，台积电决定在美国设立工厂，这项决策的获利前景令人质疑。台湾拥有一个高度完整的科技产业链，从设计到生产，一个产品的所有制造步骤都可以在当地完成。台积电在台湾完成的产品，通常交由当地的 IC 封测产业继续进行后续过程，直至最后封装出货。然而，美国缺乏这样的完整产业链，这意味着在美国生产的产品可能需要被送回台湾完成剩余的制造过程，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和复杂性，其整个就是脱裤子放屁的概念。此外，从日本进口所需的化学材料，无论是运往台湾还是美国，运费显然都会增加。这些额外的成本和复杂操作，让人不禁对在美国建厂的决策提出质疑。显而易见，除非有足够的当地财政补贴来抵消这些额外支出，否则这看似是个亏本的生意。随着我们深入探讨台积电如何将孙子兵法的策略智慧运用到现代科技竞争中，我们见证了其如何巧妙地应对挑战，并保持行业领先地位。台积电的故事不仅是关于其在对抗三星等竞争对手过程中的胜利，也是关于其如何面对全球化挑战，特别是在美国建厂和即将到来的 AI 芯片战争中展现出的策略和前瞻性面向未来。AI 晶片的竞争将是对台积电战略智慧的重大考验。这场赢者全拿的战争不仅考验技术创新，更考验战略布局和全球合作关系。台积电已经展现了其在过去如何透过策略思考和技术领先保持竞争优势，未来的发展无疑将进一步证明其在全球科技领域的影响力。我是小玄子，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与关注。台积电的旅程充满了深刻的洞察和策略，展望未来，它在全球科技产业的影响将更加显著。请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透过订阅并点击通知铃铛，您将不会错过对这场科技变革深入分析的最新影片。保持好奇心，一起见证科技的力量。直到我们下次再会。